大家好，我是 Klaus。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晚清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性质，通过历史看当下，跟我们看到最后哦，谢谢。义和团运动又称为庚子国变、庚子事变，西方多称之为全乱，开始于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是打着扶清灭洋口号的民间运动，最终导致八国联军侵华，最后被清军和八国联军共同剿灭。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人都有所耳闻，历史细节我就不做太多赘述，我们重点来分析一下义和团运动的性质。这个是义和团的揭贴，揭就是揭竿起义的揭，揭贴也就是现在的广告、传单。作为义和团的宣传口号，是义和团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揭贴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说的就是洋人都是坏人，他们没有伦理道德，不是人生的，信教的中国人也是数典忘祖。第二部分讲的是义和团的由来，他们是神仙附体，所以刀枪不入也就成为了他们的主打广告，不仅借此吸引了数十万人的加入，还把慈禧派去查验的官员也骗了。他们刀枪不入的表演就是江湖骗术，有类似现在魔术表演的成分。第3部分表达了义和团的目的，拆铁道、拔线杆，紧接烧毁火轮船，最后扶清灭洋。从第2部分中，他们说自己是神仙附体，能念咒语，能请各路神仙，说明义和团有宗教性质，并有迷信色彩。第3部分，他们要拆铁道、拔线杆、烧轮船，反映出来的是他们反科技、反进步的性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这种信仰下，义和团杀的最多的其实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毕竟外国人还是少数，他们只要见到中国人穿西装的、吃西餐的、逛洋行的、用洋货的，也都杀。像文化大革命期间，只要穿的时髦一点，家里搜出来科技产品的，都会被打成走资派而斗死。特别是义和团主要攻击教堂，教堂里外国人都是担任神职人员，占大部分的还是以中国人为主的教徒。据统计，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义和团杀害了32000名中国基督徒和200名传教士，还有更多无辜的平民。另外，义和团杀洋人给了俄国借口，制造了海兰炮惨案，屠杀边境1万多中国人，并且义和团还对一切跟外国沾边的东西都会烧杀抢掠，包括教堂、西药房、银行、洋货铺等等。其实受害的还是以中国人为主，就像2012年中国爆发的反日游行一样。2012年中日因为钓鱼岛争端，引起中国各地爆发反日游行，全国各地出现砸日本品牌私家车、日本饭店、日本企业等，其实破坏的都是中国人的财产。所以说，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有邪教性质的极端民族主义暴乱，因此义和团运动一度被清政府镇压，但由于当时政治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想废掉作为维新派的光绪帝，因而引起各国列强的不满，加深了慈禧太后与列强之间的矛盾。所以慈禧太后寄望于拥有刀枪不入、金刚不坏之身的义和团来打击列强。因此1899年6月7日，慈禧太后召义和团进入北京，他们头戴着义和团的红金标志，扛着大刀长矛从各城门进京。当时进入北京的全民超过10万，北京是洋人最多的地方。义和团开始在北京焚烧教堂，屠杀洋人和中国教民，烧毁了数千家商铺，同时滥杀无辜，奸淫妇女。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正式公布宣战诏书，向英法德意等11国宣战，并号召全民抵抗侵略者，同时以银两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50两，洋妇40两，洋孩30两。义和团与清军开始围攻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当时的使馆区人数最多的其实是寻求庇护的中国人。在这之前，列强只是受领事馆的请求，小规模派兵保护。慈禧宣战后，联军正式形成，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14日攻陷北京。一直到联军进入北京，义和团才停止了对使馆区长达55天的围攻。当时一直坚持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才解围的，还有北京的西什库教堂。教堂内被困的也是以中国人为主的基督徒。由于中国历史教育服务于政治，
中国人对八国联军侵华的印象是外国列强主动挑起战争，瓜分中国，但实际上是义和团作乱，慈禧挑起战争，对列强宣战，并公开屠杀外国平民。所以说，八国联军侵华的性质是解救驻华领事及本国公民。说到这里，好像有些为八国联军洗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的烧杀抢掠和巨额的战争赔款，这些后来战争导致的结果不会改变战争爆发的原因，就像下游发生水污染不会影响上游一样，在时间的逻辑上，后来的事不可能影响前面已经发生的事。所以我们首先要承认八国联军侵华的性质是解救本国公民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可以谴责列强的残暴行为，这并不矛盾。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后，由于此前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决心报复，而俄国人本性残暴，所以八国联军中德俄两军被普遍认为在侵华中最为野蛮凶悍，而且军纪较差。德军因其凶悍被冠以绰号为匈奴，而美日军队被认为严守纪律，不扰居民。当时为了避免危害，北京满大街居民都臣服日军，挂上自制的日本国旗及标语。北京陷落后，慈禧太后带光绪皇帝和一众王公大臣仓皇逃到了西安。之后俄军出兵占领东北，联军最远攻至山西境内，所以在当时来看，八国联军真有灭掉清政府的架势。之后慈禧命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李鸿章作为改革派，列强对其印象还是不错的。李鸿章在晚清时期频频出现在谈判桌上，清政府和列强签署的条约大多都是经李鸿章之手。晚清历史被中国塑造成落后就会被挨打的历史，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李鸿章自然会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其实在当时跟八国联军和谈，那可是拿着命去的，这可不是一件美差。当时以俄国为首的几个国家要求割让领土，李鸿章根据国际法提出了义和团为叛乱，慈禧太后的宣战是被义和团挟持，不承认与11国交战，坚持整个事件是外国派兵来驻华剿灭叛乱，所以中国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所以最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国并未损失任何领土，只有赔款。以后会专门做一期还原李鸿章的节目，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现在义和团摇身一变成战狼，只是不知道八国联军会变成多少国联军呢？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视频我们对比了中美两国的军事实力和分析了中美开战的可能性。网友一个自由主义者说，中国就是不愿意接受现实，只要中国不当霸主，美国不会管你。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都不是美国的对手，那又怎样？都变成奴隶了吗？都是美国的狗。网友 AC 回复说，这和中国的教育有关。中国的近代史就是被改成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中国的教育有着民族主义的倾向。网友 Brian Park 说，抗美援朝中国赢了。当然，如果根据中国大陆的历史教材，确实是中国赢了，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这个纸老虎。但实际上，在韩战中，中国官方承认的死亡人数就有50万，比较可信的是100万左右，美军死亡3万多人。最后停战是因为中国死太多人，视频传到美国，引起美国的反战游行，最后才和谈的。所以官方意义上讲，韩战并没有谁赢谁输，但是100万的死亡对3万，说自己赢，脸皮是有点厚的。网友于称雷说，美国最厉害的武器是中国有个加速师。网友 Jack Lee 说，中共一掐脖子就翻白眼，一松手就开始吹牛。最后网友 Jim Wang 请教如何反驳武肺来自美国的说法。这个问题我在以前也遇到过，还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当时他说美国流感就是武汉肺炎，美国流感每年冬天都有，去年冬天美国流感死了很多人，美国流感致死的大部分是儿童，这一点明显和武汉肺炎不一样。另外，在中国这种不透明的体制下，武汉不也就是隐瞒了1个多月？就算不说美国医院透明的机制，美国有2个党，地方有地方的权利，很多州长都不听总统的。在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做到全国统一口径？所有医院加上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集体隐瞒一整个冬天，比武汉隐瞒的都久，这可能吗？最后他无话可说。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参与留言讨论的朋友们，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